和老公结婚3年，我没有任何所有，甚至动用娘家的关系助他跨越阶层。可这天，母亲的一个电话让我认清了他。婉婉啊，铺面你要是想管一份就回来挑。婉婉，这个铺面你不能要。妈，我等会儿回你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这个铺面你别要，周强马上订婚，你现在去提旧铺，不就是把事情往难看里推吗？我只说家里问我怎么安排，你怎么就扯到周强了？还能是哪边？不就是那几间旧门面？婉婉，这事你别开口，你一开口，周强那边怎么想？你以为我妈说的是你家那几间门面？不管是哪边，钱和亲情搅在一起，最后都难看。周强马上订婚，后面用钱的地方多，旧门面以前是我们一起修过，你真要算，大家以后怎么见面？那几间门面，当初装修的钱是我们婚后一起出的，你也说过以后有我一份。我那是让你安心，夫妻之间说的话不能句句拿出来算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不是过不下去，不是过不下去，所以我的那份就可以不提。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重，我是为了这个家稳一点。周强要成家，我们做哥哥嫂子的少争一点，不丢人。你换岗那次是我爸托的人，买房差的那一笔是我哥先垫的。你那时候说黎家没把你当外人，我没说不记，可一码归一码，旧铺面的事儿最好别碰。所以你真觉得不要比较好？对，别要，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，别为了几间铺子让别人说闲话。如果以后周强拿那几间门面做生意呢？他是我弟，家里帮他一把很正常，你别总把事情想复杂。行，你能想明白就好。你说不要，那就不要。反正你说的不是我家的铺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家也有铺面？我刚才说的是我妈打来的电话，你从头到尾问过一句是哪边的铺面吗？你说家里，我当然以为是我家。所以你不是觉得铺面不能要，是觉得我不能要你家的。婉婉，你别钻字眼儿，我是怕你开了口，以后大家心里不舒服。关系那么僵，当初旧门面漏水，装修款不够，你让我先拿钱的时候，怎么没说关系会僵？那时候情况急，再说钱也没白汇，门面修好了，以后大家都能用。大家都能用，可不能有我一份。你先别收，周强马上订婚，我不能让他觉得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算计他。我算计他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周强刚准备成家，压力也大，做哥哥嫂子的能让就让一点。他订婚，酒水要我们帮着订，房子缺家具，你说先从我们家搬一套旧的过去，现在连旧铺面也是我能让就让一点。谁家过日子不是互相搭把手？你把小事都摊开说，就没意思了。互相？我爸帮你联系工作，我哥帮我们补首付，我妈逢年过节给你准备礼品。你那边有哪次先问我愿不愿意？你现在翻这些是想证明什么？我只是今天才发现你心里有一本账，黎家的是应该帮，周家的是我最好别碰。行了，别闹情绪。你妈那边就说我们暂时不要，钱先别拿，铺面也别管，省得麻烦。如果我妈问为什么不要呢？就说我们现在过得还行，不需要家里贴补。你两个哥哥也要生活，别让他们觉得你出嫁了还回去分东西。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替你考虑，总比以后被人议论好。不用替我考虑了。好，过去不了。后天晚上别回你家了，我已经跟周刚说好，你跟我去订婚饭局。你跟谁说好了？当然是周强。这个时候你不到场，他会怎么想？我刚答应我妈，后天回黎家吃饭。你家吃饭什么时候不能吃？周强订婚就这一次，你别分不清轻重。我半年没回去了，我爸妈和两个哥哥都在等我，这在你眼里就不重。婉婉，铺面的事不急，你爸买了你爱吃的鱼，后天回来吃饭吧。小妹，临街茶铺你要是想管，我和志远都让你先看。老街重新运营缺人，你愿意回来，我们都支持。我不是不关心，只是刚才说的急了点。你急着替周强守住旧门面，急着让我推掉回家吃饭，可我家到底发生什么，你一句都没问。这些以后再说，后天饭局先去，你家那边解释一下就行。别碰我的手机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现在就走。婉婉，刚才你声音不对，是不是累了？妈，后天我回去吃饭，铺面的事儿我也想听你们怎么安排。好，你回来就行，家里的门一直给你留着。你非要在这个时候让我难堪？我只是第一次没有替你让路。
后天我回离家。后天你不能回离家，周强的订婚饭局我已经替你答应了。替我答应？周远，我是你妻子，不是你手机里的一个联系人。别把话说得这么冲，周强那边人都约好了，你现在不去让我怎么解释？解释不了，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问过我。我再说他会去。哥，嫂子可不能缺席，还有伴手礼，你不是说他家认识老街商户吗？让他帮我问问价格，最好明天就定下来。原来饭局不是重点，你们早就把我和黎家都算进去了。你别敏感，就是顺手问一句，能帮就帮，亲戚之间哪有那么多计较？亲戚之间，就门面修缮时，你让我先垫钱，说以后不会亏待我；买房差钱时，你说黎家帮一把是情分；你换工作时，我爸托人介绍，你说一辈子记着。现在呢，我回家吃顿饭都要先给周强让路。你非要把以前的事都翻出来，是不是太没意思了？没意思的是你，一边让我别碰周家的旧门面，一边让黎家给你们铺路。你把我家当什么？你家帮我不也是想让你过得稳一点吗？原来这些年，你一直是这么想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一句话就往心里去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家帮我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好，你非要把每一件事都算成我欠你的，日子还怎么过？这是买房时我哥转来的钱，这是你换工作那年我爸帮你整理的资料，还有这些是逢年过节我妈让我带给你客户的礼单。哼，你留这些做什么？防我？我留着是怕你忘了黎家怎么待你，可我没想到你不是忘了，你是从来没觉得这份情有多重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让我去跟你爸妈道谢，让我把每一笔都写下来还给你。我想要的是尊重，你让周强用资源是应该，我回黎家吃饭就是不懂轻重。你要周家旧门面留给周强，却觉得黎家老街可以随手帮你安排伴手礼。周远，你真的觉得公平吗？别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。周强马上订婚，我多顾一点他怎么了？你作为嫂子让一步会少块肉吗？我让了3年，让到你以为我没有自己的家，也没有自己的委屈。你现在情绪不稳，先睡一觉，明天再说。不用明天了，如果这日子只能这样过，那就别过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周远，我们离婚吧。就因为今晚这几句话？不是几句话，是这3年里，我每退一步，你都觉得我还能再退一步。你现在不冷静，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？为一顿饭一点旧账说离婚，传出去谁都觉得难看。我不怕难看，我怕的是继续过下去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重要。好，就算你不高兴，后天你回黎家，我不拦。我面3那边我去说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你现在让步，不是因为理解我，是因为你怕我把话说到底。你别把我想得这么坏。我也不想，可你刚才每一句话都在告诉我，你从来没把黎家给你的帮助当成情分，也没把我的委屈当回事。明天我们把共同财产、房贷、旧门面修缮款都列清楚，能协商的协商，不能协商的按材料走。你是认真的？很认真。行，既然你想清楚了，那就谈。你答应的倒是干脆，拖着对谁都不好。既然要谈，就把时间定下来。明晚，越快越好，省得拖久了大家都难受。你刚才不是还说我不冷静吗？现在又觉得越快越好。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再拦着也没意思。房子、存款、车子能分清就分清，分不清楚的话，旧门面那笔修缮款我也会看着处理。你比我想象中准备的充分。这些事儿迟早要面对，老板，别把每个人都想得那么复杂。谁的消息？同事，工作上的事儿。这么晚还谈工作？我现在工作忙，你不是一直知道吗？别什么都往别处想。你不用弄得这么正式，我们自己说清楚就行，别把双方家里都牵进来。我去阳台回个工作消息。明天我自己去问清楚。工作上的事是吗？周主管，你刚才那句话我差点真信了。你反应太慢，还怪我？那明天的材料我可按你说的整理了，你别到时候又说我理解错。放心，有我在。那就当面问。婉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问清楚，昨晚那个工作消息是他吗？你跟踪我？我只是想知道，你急着协议谈判，是不是早就想好了退路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周主管，她是你太太。我不为难你，我只问一句，她有没有告诉你，我们的婚姻还没处理完，
你不是说你们已经分开，只差把手续和材料说清楚吗？我们是昨晚才开始谈，你却已经让别人以为我们早就分开了。我只是提前说了结果。所以你连我的感受也可以替我提前决定。抱歉，我不知道是这样，该解释的人不是你。明天协议谈判，把该说的该列的都带齐。周主管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儿没说清？许曼，你别听他把话说的那么重，我和他确实在谈，只是有些细节还没走完。你说的是已经分开，你还说只是材料没整理完，意思差不多，我们之间早就没什么感情了。差很多。你还没把婚姻里的事情处理清楚，却让我以为你已经单身，这不一样。我们只是同事一起吃顿饭，你别把事情想复杂。如果只是同事，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？为什么刚才他问你的时候，你一句解释都没有？我不想把局面弄得太难看。你不是怕难看，你是想两边都不说清楚。周主管，工作上的材料我会交接清楚，但在你把自己的婚姻处理明白之前，我们只保持工作距离。许曼，你没必要这样。有必要，我不想被人误会，也不想被你含糊其辞的带进别人的关系里。那项目材料怎么办？明天早会还要用。我会发到工作群，以后工作归工作，私人话题不用再找我。以前怕伤感情，所以从来没拿出来，现在该说清了。明天别把事情弄得太难看，我们自己谈，不要让你家里人掺和。许曼那边你也别多想，我会解释。你现在最该做的是冷静。到现在还觉得我只是在闹情绪，明天带好材料，只谈事实。婉婉，后天回家吃饭的事儿，妈还给你留着，别怕，慢慢来。这一次，我不空手离场。应该不会，他就是气头上，不会真闹到那一步。哥，嫂子真要谈协议？那旧门面的事儿你可别乱认啊！我心里有数。你以前说过以后有他一份吧？这种话不能让他抓住。修缮款就说是夫妻之间帮忙，别单独算到铺满上。他顾面子，不会把事情说得太绝，最多就是想要个态度，给点补偿，事情就过去了。那就好，反正旧门面以后我还得用，别因为他一句话把后面的安排弄乱。你也别总把话说满。明天你不用一上来就冲，先看他拿什么。我知道，但哥你也得想清楚，他要是真去管他家老街，以后不一定还听你的。他离不开这个家，3年了，他什么事都先替我想，这次也一样。李小姐，还需要添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谢谢，等人到了再说。没想到你真把地方定在这儿。这里安静，适合把话说清楚。嫂子，都是一家人，非要弄得这么正式吗？今天谈的是协议，不是饭局。婉婉，感情走到这一步，谁都不愿意。既然你想重新开始，我们也别把事情闹僵。房子、车子、存款，该怎么处理都可以商量。你继续。至于旧门面的修缮款，当时是家里互相帮忙，没必要再单独拿出来算。你也知道，周强后面要用铺面，别让他夹在中间难做。对啊，你既然都要重新开始了，何必每笔账都翻出来？大家以后见面也好看一点。你们说完了吗？我是在跟你好好谈。好，那现在轮到我。今天不谈情绪，只谈凭证。你们刚才说的每一句，我这里都有对应材料。这是旧门面第一次修缮的付款凭证，材料款、人工费、尾款都有转账记录。这里面有一半是我们婚后共同账户支出的。给我看看。可以看，但不要拿走。今天所有材料只用于协商，不做别的用途。当时不是说好了，先帮家里周转一下？以后有我一份，也是你说，夫妻之间不会让我吃亏。这是买房时离家补上的那笔钱，钱不是今天要你立刻还，我拿出来是想说明，我家从来没有像你说的那样，只会给你添麻烦。我没说你家添麻烦。你说过，离家帮你是想让我过得稳一点，那今天我就把稳一点具体列出来，免得以后谁都说不清。一家人之间有必要防成这样吗？如果我早想防，昨晚就不会第一次把文件袋拿出来。
我不会公开私人内容，也不会把任何聊天拿出去给别人看。今天在这里只谈共同支出、协议分配和后续边界。你说不情绪化，可你把东西准备的这么齐，不就是早等着这一天？我准备这些不是为了赢你，是因为你总觉得我退一步就是我没有受伤。修缮款怎么处理，房贷怎么分担，按凭证谈。至于你们一直误会的那件事，我也该说清楚了。还有什么没说清？说家里铺面要统一经营，长辈问我要不要参与分配。你从一开始就以为我说的是周家的旧门面，难道不是？不是。那天我妈说的是外婆留给黎家的老街铺面，几间临街铺，2处后院，还有老茶铺的经营权，都要重新统一规划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问过你，你说不要。你说我们有手有脚，不该动长辈留下的东西。你还说周强更需要。我那时候又不知道是你家的。所以问题就在这里，你们不是觉得不该要，只是觉得我不该要你们家的。可轮到黎家，你们又觉得我该拿出来帮忙。婉婉，我们当时误会了。既然是你家的事儿，你可以跟我好好说。我说了3年，你有几次真正听进去？我说想回家吃饭，你说改1天。我说旧门面有共同支出，你说别算太清。我说我们谈协议，你说别让家里掺和。今天我来，不是为了争谁的旧门面，也不是为了证明黎家有什么，我只是要把该属于我的边界拿回来。婉婉，我们再谈谈。该谈的今天都在桌上了。回来啦，先洗手，饭快好了。小妹，爸今天把鱼看得比账本还紧，说谁都不许提前动筷。坐这边，靠窗，光好。你们怎么都这么淡定？因为你回来比什么都重要。先吃饭，吃完了想说就说，不想说也行。爸，我可能真的要重新开始了。那就重新开始，家里不替你做决定，但永远给你留退路。小妹，旧事慢慢处理，别急着一个人扛。老街那边也不急，你先把自己稳住，我们再谈下一步。老街的账和租约都在这儿，你外婆留下来的本来就有你一份，不是因为你遇到事儿才给你，是从一开始就给你留着。这几间铺面收益不算高，但胜在位置稳定。你要是不想管，我和你妈先帮你存着，等你以后用。我不想只等着收益。婉婉，你刚谈完协议，别急着把自己压进另一件事里。老街看着是家里产业，真管起来很琐碎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是要一上来改造整条街，我想先看清楚它到底怎么运转。租约、门头、客流、商户关系，每一项都要整理。你以前做过项目协调，倒是适合做统筹。可你别太累，回来不是让你立刻证明什么。妈，我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，我只是想做一件由我自己选择的事。以前我总觉得家里给我的东西我收下就好，可现在我想明白了，被爱不是只拿着，也可以把它接住经营好。那你想从哪里开始？每一家商户、每份租约、每个空铺我都要看一遍，先不谈大改，先知道老街现在真正的问题在哪里。那我负责陪你看房屋修缮，哪家漏水，哪家线路老化，我比你熟。我整理街区动线和现有客流，你负责商户沟通，3个人分开做，快一点。那明天开始，第一站，我想去老茶铺。这边线路老了，雨天肯定麻烦。还有那家小吃铺，后门排水也得查。入口太乱，游客走进来不知道先看什么。每家都在做自己的生意，可整条街没有动线。门头、线路、排水、动线、空铺率，先分成5类。黎家丫头回来管铺了。年轻人都喜欢说动线运营，最后是不是还是涨租？今天不谈涨租，我先看看大家真正难在哪里。难在哪里？难在人少，白天冷清，晚上更冷清。拍2张好看照片没用，客人坐不住，生意就起不来。空铺修起来要钱，老商户又怕改，要是一下推太快，肯定有人不配合。但不动也不行，现在每家各做各的，谁也带不动整条街。先不谈整条街，找一个能做试底点的铺子，做出小变化，让大家看得见。你昨晚说的老茶铺？对，第一站秦姨的茶铺。我这小店可经不起你们年轻人折腾。秦姨，我不是来拆你招牌的，我想先看看茶铺现在怎么经营。看可以，别一开口就说升级。上次有人来说要做年轻化，差点把我的老茶柜都搬走。菜单品类不少，但墙上看不清。看不清也有人点，老客知道喝什么，不用你们教。那我们先不动菜单，我能不能帮您把老客常点的东西记一下？哪几款卖得好，哪几款只是占位置，先摸清楚。你会看茶？不会，所以我先学不先改。
老街缺的不是花样，是人气。以前晚上这条街亮着灯，茶铺坐满人，现在年轻人来拍一圈就走，谁坐下来喝一壶茶？所以问题不是没人来，是来了以后留不住。小姑娘，这话倒对，我们坐这儿是习惯，年轻人进来看看，觉得旧就走了。秦姨，后面那块能不能先清出来？不动茶柜，不换招牌，只把闲置空间整理成能坐人的位置。你想加桌？先不加，今晚我能不能留下来看客量？几点有人进，几点没人坐，老客喜欢哪里，年轻人停在哪儿，我都记下来，看完再说要不要动。可话说在前，老茶铺的味道不能改，不改味道，我们先把愿意坐下来的人留下。李小姐，黎家愿意参与老街运营，我们欢迎，但老街不是只靠几间铺面和一点情怀就能做起来。我明白，所以今天我不是来讲情怀，是来讲问题。这是昨天白天的街区走访，这是秦一茶铺今晚前半段客流记录。年轻客人不是完全不进来，而是平均停留不到4分钟。主要原因是看不清菜单，没有舒适座位，缺少明确消费入口。我们还记录了入口到茶铺的动线，游客走到第3家小吃铺后就容易折返，后半段几乎没有被带动。你们只看了1天，数据还不够。是不够，所以我想争取一个试点周期，不直接动整条街，只做老茶铺后半间整理，菜单可视化和夜间停留测试。你要什么支持？1周试点权限，租约不变，费用透明，施工只做可恢复整理，我们自己承担小额物料和人工，运营公司只需要允许我们把试点数据纳入后续评本。如果1周后没有明显结果呢？那试点名额交给更成熟的团队，我不占着资源。3项指标：进店率、停留时长、茶点转化。你们1周内拿出可见变化，我就把老茶铺列入第1批公开试点。可以，但我也说清楚，老街商户对改造很敏感，你们如果处理不好，反对声音会掀起来。所以我先从秦一那里开始，他愿意让我们留下来观察，已经是第1步。茶铺后半间不能大动，先清杂物，补灯、茶插座，桌椅尽量用原来的，只做安全和数数度调整。我负责夜茶活动和换上预告，依法上告。别喊得太大，先做老茶铺晚间试做，让人知道可以留下来。我负责和秦怡沟通菜单、价格、营业时间，还有老客意见。试点期间租约不变，收费不变，所有调整先让他确认。你们别熬太晚，老街要一点点来，别第1周就把自己累倒。妈，这次不是一个人扛，我们有分工。总负责人继续发号施令。明天上午先清后半间，下午做菜单板，晚上记录客流。第1天不求热闹，只求流程跑通。我再做一张顾客反馈表，别只看人数，也看他们为什么坐下，为什么离开。嫂子，听说老街要招商，我这边正好想做个小吃店，要不你给我留个好位置？老街所有铺面走统一招商流程，你想申请，可以提交资料。不是，咱们以前也算一家人，这点事儿还要走流程。正因为要做长久，才必须走流程。嫂子，你看我也不是白占位置，我这边想做炸串小吃，肯定能给老街带人气。想法可以提交，但要补齐资料，品类、预算、卫生方案、排队动线、营业时间都要写清楚。不就是租个铺子吗？还要写这么多？老街现在最怕油烟和动线乱，你做小吃，后厨排烟、垃圾处理、排队位置都得先说清楚。嫂子，我是找你商量，不是来参加考试的。所有人都一样，资料齐了，运营公司统一评审，位置不是谁先打招呼就能拿。以前你和我哥还没这样呢，现在离了婚，就一点情面都不讲了？过去的人情不能代替现在的规则。说白了，你就是故意卡我。周家的旧门面你没拿到，现在老街轮到你说了算，你就开始摆架子。周强，说话注意点。我没有卡你，你要做生意就按做生意的标准来。你方案好，自然能进；方案不行，我也不会因为认识你就给位置。哼，行，流程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这套规矩能不能让老街那些老商户服气。别追，他要的不是商量，是特权。你们可得问清楚，现在说是试点，后面谁知道会不会重新分配铺面，重新算租金？
重新算租金。我们这点小生意可经不起折腾。我就说嘛，黎家丫头突然回来管老街，肯定不是只帮忙那么简单。她这问题，婉婉，你跟姨说实话，试点后是不是要涨租？是不是要把老铺都换成新的？不会，至少试点周期内租约不变，费用透明，所有调整都要商户签字确认。话说的好听，那我想开店，你怎么不让我先进去？因为你没有提交完整方案。招商不是给熟人留位置，是看品类。那我们这些老店呢？是不是以后也要评品？不合格就赶走？今天我把规则说清楚：第一，现有租约不因试点改变；第二，茶铺试点费用明细每天贴在店内；第三，效果数据公开给商户看，成不成，大家一起看结果。那我的老茶铺味道呢？不改茶位，不换招牌，不动老茶柜，我们只把闲置空间整理出来，让愿意喝茶的人坐得住。那要是真有用，我们能不能也按这个办法试？可以。所以第一间茶铺必须公开做，给大家看清楚。你还真会说。我不是会说，我只是这次不再把规则让掉。线路安全，外摆别超过这条线，人多也不能挡主路。菜单只写6款主打茶点，别让客人站在门口看半天。我先说好，客人要是不喜欢，明天就撤。好，今晚只看真实反应。秦姨，你这铺子亮堂了，但还是原来那味儿。茶还是原来的茶，坐吧。今天试做，想喝淡一点也能调。进店率比前天高，停留时间也过10分钟了。先别急，继续看转化。我还以为年轻人不喜欢这些老东西了。不是不喜欢，是他们以前不知道怎么走进来。李小姐，我说的直接一点，黎家有铺面底子，但守着铺面收收益和真正做运营是两回事儿。您说的对，所以我今天只讲试点数据。改造前，茶铺门口停留的人不少，但真正进店的少。试做当晚进店率提高，平均停留时长从不到5分钟到接近20分钟。茶点销售不是爆发式增长，但开始出现年轻顾客复购询问。这可能只是新鲜感，一天数据说明不了长期效果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验证。所以我们没有申请整街推广，只申请第2批小范围试点，每一项都要继续用数据验证。老街不是推倒重来，我们要做的是把旧味道变成能被看见、能被坐下来体验的生意。我补一句，他没动我的老茶柜，也没让我乱涨价。昨晚有几个年轻人坐下来问茶，我这店好多年没这样了。我看中的不是昨晚多卖了多少，而是你们有方法、有边界。第2批试点可以继续，但范围不能一下放大。明白。第2批只选2家，一家手作，一家小吃展示，不动租约，不做重改。3天内给我具体名单和评估标准。别弄丢了，下次开会还能用。这老街最近挺火啊，听说负责试点的是个年轻女负责人，做的还挺稳。只是试点热度过了就知道难不难了。你以前说他什么都不懂。徐曼，之前的事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和他本来就走到这一步。你一直在说走到这一步，但你很少说清楚你自己做了什么。你现在也要替他说话？我不是替谁说话，我只是终于明白，你习惯把话说一半。对我说你们已经分开，对他说只是工作消息，对别人说他变了。可真正的问题是你没有把话说实。你不了解我们之间的事，所以我退出。也正因为不了解，我不会再听你单方面解释。工作上需要配合的，我会按流程来，其他的不用再说。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第2批不能只看谁积极，手作店能补体验，小吃展示能补夜间停留，但2家都要能配合数记录。我会让他们先签试点确认单，租约不变，费用公开，效果公开，退出机制也写清楚。手作店那边墙面朝，我明天先去看，不能为了赶时间留下安全隐患。小吃展示要控制油烟和排队，不然老商户又会担心。婉婉，我看到了老街的消息，我们能不能见一面，把过去的误会说清？继续说小吃展示的动线。小吃展示如果做，要有明确排队线和垃圾回收点，否则宁可不做。那就加一条，试点前必须完成现场动线标记。我知道以前有些话说重了，我只是想当面道个歉。明天上午先看手作店，下午看小吃展示。第2批试点不求快，先把规则立住。婉婉，
我给你发消息，你没回。我在开会。我知道你忙，我今天来不是想耽误你太久。以前很多话我说重了，周强的事儿、救门面的事儿，还有许曼那边，我都承认是我没有说清楚。我当时觉得家里事情太乱，才会把话说得那么难听。不是没说清，是你一直觉得我会让。我后来想了很多，你家老街的事儿，我确实误会了。你现在做得很好，我也替你高兴。如果老街没有现在这些起色，如果我还是那个被你推着让步的人，你今天还会来道歉吗？你看，你想说清楚的不是过去，是你现在不想显得太难看。不是这样，婉婉，我只是觉得我们没必要走到那么生分。边界清楚，不叫生分。指引牌那边说尺寸缺了一批，下午可能送不齐。先别等，能到的先用，缺的我们改手写板，重点保证茶铺和手作店动线不乱。你现在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想跟我说了？该说的在协议桌上已经说完了，以后如果有手续问题，按流程联系，其他的我没有时间回应。今天评审只看3件事：品类是否匹配，运营是否可执行，是否愿意遵守老街统一规则。老街欢迎新业态，但不欢迎只蹭热度不守规矩的人。我们不排斥小吃、手作、夜茶，也不排斥年轻玩法，但每一家都要回答一个问题：他能不能让客人留下，也能不能和老商户一起留下。第2批试点如果失败，前面的热度也会被消耗，你怎么控制风险？范围小，规则明，退出快。第2批只开放2家，每家签试点确认单，费用公开，动线公开，数据公开，做不到配合记录的不进入试点。哎，等等，你这是在质疑我们的专业能力吗？那像我这种想做小吃的，是不是一开始就没机会？有机会，前提是方案完整，油烟、卫生、排队、垃圾回收都能通过评审。今天评的是项目，不评关系。我们这些老店要是不参加试点，会不会以后被落下？不会，试点是给大家看方法，不是逼大家立刻改。愿意参与的先报名，不愿意的保留原租约和经营方式。所有变化都要先讲清楚再执行。手作店和小吃展示进入第2批，3天后提交现场动线和物料清单。可我还是怕改着改着，老街就不像老街了。我先说，茶铺试点前我也怕招牌换了，老茶柜搬了，老客来了找不到原来的味道。可他没动我的茶柜，也没让我乱涨价，他先帮我擦牌子、清后屋，把菜单写清楚。茶还是我的茶，人却能坐下来了。真有变化。你自己看，昨晚不算多热闹，但老客回来了，年轻人也坐住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每天把费用和客流贴出来，没瞒着我。那他没让你改茶点口味？没有。他说老街要亮，不是把旧东西丢掉，是让人看得见旧东西好在哪儿。如果商户愿意，第2批试点就按茶铺模式推进，所有费用、动线、效果数据公开，任何调整先确认再执行。那我那家手作店可以先做门口展示，不动里头柜台。我也想把菜单重新整理一下，先别大改。不就是亮了几盏灯？不是灯的问题。第2批试点从明天开始登记，愿意参加的先把现有问题写出来。我们不承诺立刻热闹，但承诺每一步都让大家看见。往前做吧，姨这回信你。物流那边说路上下雨，最快也要明天下午，可是试营上午就开始。线上预告已经发出去了，预约提醒也推了，现在取消，第1批客人会失望。人要是来了，排队乱，坐不下，反而砸口碑。第1场口碑很关键，宁可慢一点，也不能乱。你现在要决定是硬开全线还是缩范围。缩范围，明天只开放能稳定接待的半条街，茶铺作为主停留点，手作店做预约体验，小吃展示只做小份试吃，不做完整排队。那线上预告怎么改？不能让人觉得我们临时变卦。改成半条街先亮，告诉客人我们先开放稳定区域，剩下的等物料齐了再开，少一点，但体验要稳。你确定？数据可能不如原计划好看。我宁愿数据慢一点，也不想让商户第1天就被混乱拖垮。手写牌我来写。我去做临时排队线，外摆只保留安全范围。我改线上说明，再发一条清晰路线图。明天不求热闹，先求不乱。只要客人坐人得住，商话接得住，我们就赢了第1步。茶铺进店线在左边，手作预约往右，小吃试吃不要堵主路，
每半小时复盘一次人流。雨棚没到的区域先封住，别让客人误入。线上说明已经改了。评论里有人问为什么只开半条街，我回复了，先保证体验。这样还挺清楚，知道先去哪里。喝茶往里坐，想试茶点先看小木牌，别挤在门口。记录停留时间，看他们会不会从首座回流到茶铺。已经在记，比预期慢，但没有乱。手写牌也能行？能不能行，看现场，不看面子。喝一口吧，你从早上到现在没停过。半条街先亮，也算亮了。李小姐，为什么这次只开放半条街？会不会影响试营业效果？我们更在意客人坐得住，商户接得住。半条街不是退缩，是把能稳定交付的部分先做好。他说的对，今天人不算最多，但每个客人都知道去哪儿，店里也忙得过来，这比一窝蜂强。下午2点前，首座回流茶铺的比例比上午高，小吃展示没有新增排队拥堵，雨棚没到的区域暂时封住了，客人没误入。晚上灯线我再检查一遍。好，3点以后把茶铺外摆减少1桌，给首座店留回流通道。小吃展示保留试吃，不加售卖量。他现在挺好的，别再打扰他了。原来他不是离不开我，是我一直没看见他。茶铺外摆保留3桌，首座店预约牌放在入口，小吃展示的垃圾回收点不能挪。灯牌都检查过了，茶铺这边没问题，首座店门口那盏灯有点偏，我等会儿再调一下角度。开业提醒已经发出去了，评论里问停车和排队的多，我把路线图置顶了。试营业暴露的问题不少，但你们处理得快。明天正式开业，最怕现场一热闹，大家就忘了规则。所以今晚逐家确认，热闹可以慢慢来，秩序不能丢。婉婉，你帮我看看这个价格写的清不清楚？我怕明天人多，问来问去耽误。清楚，再加一句可打包，年轻客人会更容易决定。行，我现在就补。自己嗓子都哑了，喝2口。谢谢秦姨。老街很多年没这么认真准备过了，以前大家都说凑合，能开一天是一天，现在倒像真的要重新过日子。明天不求一夜变好，只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站在哪。茶铺队伍往左引，首座预约先核名单，小吃展示不要加量，按原定节奏走。首座店电路稳定，外摆线没被挤开，我再去查后巷。入口停留时间正常，游客没有堵在第1家，动线跑起来了。这家店挺有意思，不像新开的，但又很好懂。就是老店，重新擦亮了。现场秩序稳定，商户配合度也被试营业时高，离婉婉偏僻，老街可以进入长期运营阶段了。谢谢，后面我会把月度复盘和商户沟通机制补上。我相信你会补。唉，现在说太晚了。今天该你说2句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老街，也谢谢愿意一起守住老街的人、家人、商户、运营团队，还有每一个愿意坐下来喝一杯茶、看一次首座的人。这条街不是因为哪一个人突然变好，也不是因为换了招牌才重新亮起来，它能亮是因为每个人都守住了自己的位置，也愿意给别人一点空间。老店不用丢掉老味道，新生意也不必急着盖过谁。我们要做的是让大家看见彼此，也让更多人愿意走进来，留下来。婉婉真的站起来了。他一直能站起来，只是现在他自己也知道了。负责人，明天还有的忙。线上预约也满了3天，今晚别想太早睡。那就明天继续。